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Tyson 哥。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不讲威士忌，我们聊 rum 朗姆酒。但是呢，今天的这个 rum 呢，稍微有点特别，它可以说是现在市面上又高端又火的一瓶朗姆酒，可谓是一瓶难求。因为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酒的时候，是我一个在喝 Springbank 的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菲菲你一定要试试这个 Four Square 四方，然后我当时想说这什么酒，rum 呀，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喝过什么 rum 酒，而且记忆点就什么甜，然后就是会加奶油啊，大家加巧克力啊，是啊，就是然后做 mojito 啊，这个盲品视频做之后，你们一定要试一下。按你这么说的话，它是偏向于那个威士忌风格的，是啊，难怪。对，然后呢，我本来呢是想要尝2瓶，因为我刚刚买到2瓶新的，结果我到我们家的那个酒柜里面，哎，又翻到了2瓶老的，所以今天有口福了，10年、11年、12年、16年，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4个年份，我们全都在这里了。先来尝酒吧。好的。我觉得今天不会能尝出来年份。它这一款呢，它算是一个创新了，它放在波本桶里面，所以它不是玉米加波本桶的那种感觉，它是蔗糖加波本桶的甘蔗。对，是甘蔗加波本桶的感觉，所以很特别它这个味道。然后那种成熟的那种果干，就不告诉你，你不会觉得它是一瓶 rum，你会觉得它是一瓶很好喝的威士忌。对，我会觉得，其实我闻起来我会猜它是一瓶那个雪莉桶的那个威士忌，对，还不是波本桶，我会猜它是雪莉桶的威士忌，因为它够浓郁，很浓郁，而且它的酒精度都是56度起，它都是圆桶强度，很爽，好厉害！就你今天喝完这波，你就走不了了的感觉，哇，很浓，很烈。那个炸，它那个炸不是在火箭上，它在这儿炸。我觉得它有点在从那个舌尖下面开始，砰的一下升起来的感觉。我只有在喝 Springbank 的时候有这种感觉。那个爆炸感很厉害。雪梨桶特有的味道，奶油的化开感，就是你能想象一切雪梨桶甜美的味道都在前面。它这个黑巧克力的味道其实跟平常喝到的那个黑巧克力的味道不太一样，它这个黑巧克力的味道一直是附在那里，就很耐嚼。这款酒，就可以一直慢慢去品的一款酒，哇，很好，很不错。好，那我们来尝一下第2款。它不像我们喝威士忌会有那个尾韵伤，它后面没有什么油脂感。对，这个没有油脂感，它的味道都在前面，哇，那个味道，但是很香，真的很香，真的很香的味道。来，浓郁，就是不能说是浓郁，是说它覆盖了一层奶油香在上面，酒精感也很厉害，就是很厉害。香料的那种熏味，它其实都有香料味，第一个也有香料味，这个会重一点，我觉得这个闻的味道会更多一些，会比第一款。第一款因为它的那个就有点雪莉桶的那种香气，就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入口有点像喝柑橘，有点那个就橘子的那个味道，就甜橘子，就那个蜜橘的味道，不太一样，跟第一款完全不一样那个味道。我怎么觉得是一样的呢？对呀，就是它可能是有点发干头。好喝是好喝，真的度数太高了。也是会爆炸的，真的。这一瓶酒你可以喝很久，因为你喝一点就会有那种沾一点点就好。对，搁在嘴巴里面就啪的一下就炸开了。它那个香气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来，我们来尝一下第3个。我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淡，有点收。它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奔放。就这个酒，我觉得就不能喝高年份，喝低年份足够给你那种冲击感，因为它一般的 rum 也不会有特别高年份的酒。真的是同志们，我就觉得我这个两眼冒金星，然后脑子都嗡嗡的，因为度数实在太高了。这里面有瓶
56度，有2瓶60度，一瓶60度的，一瓶60度，2瓶58度，反正就是茅台才53度呀，真的是太重了。这个酒精味真的，这个有点重。它的香气有点被压住了，就闻得有点难度。也有可能刚才喝完这2个，现在开始已经有点晕。你闻吧，我有点放弃了。闻着就醉了。这酒精味太重了，感觉就是被冲淡了的那个酒，就整个味道好像没有出来的感觉。有点平淡这个。好，最后一个了，终于做到最后一个了。不是这酒不好喝，是这个度数实在是太烈了，所以你们真的如果要买了，且喝且小心。这个第4款跟第2款的闻起来，就是那个酸梅的那个味，它的酸度会更高，更酸，都带有一点点酸味，都带有点酸味。但它这个酸味还挺消食的，你发现没？它是类似于酸梅，就那种就糖制酸梅的那种，就是有加了糖在里面，加了蜜糖。对。所以它不是说闻着会那你觉得接受不了的那种。我觉得女孩子一定会喜欢闻这个酒。对，它是闻的是开胃的那种，有点像梅子酒那种感觉。这个真的是美味，这个有点在嚼一个梅子糖，然后呢，它酒精感包含着这个梅子糖，它是在嘴巴里面就直冲脑门的那种感觉，是很烈。但是它不是说会辣口，它不辣，这是一个无形的剑，就很容易醉。天哪！喝点水。我觉得这第4个是最好喝的，我推荐第4款。我推荐第2款。好，那请导演给我们纸笔吧，我们今天只能瞎猜了，不好意思，对不起。今天这个答案真的是有意思。第一个你猜的是什么？我第一个猜的16。我也猜的16。我第2个11。干嘛跟我一样？第3个。第2个我也选的11，第3个我也选的10，咱俩怎么会一样呢？真的吗？真的，来。可以给我们揭晓答案吗？好了，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2个只对了1个，最后一个12年，其实还是瞎猜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价钱啊。第1款10年，还有第3款11年，第4款12年，这3个都没有超过100块钱，就是每一瓶酒大概都是在80、90，就100左右吧。如果你买好了，可能也就是90块左右；如果买的稍微贵点，就是100、110的样子。差不多是90，差不多100了。是，到100，就100这个界限，其实是算性价比很高的一款酒。对。然后它的16年要卖到167的样子。老实说啊，我喝下来，我说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差的。最差的11年是最差的。表现力是最差的，是这个。所以我选了它，我以为就是说它是10年嘛。其实一开始我有点在纠结，我要不要选它。然后其实真的它整个它表现是最差的。所以我当时我推的是一个16，是最柔和的。对，是比较柔和，然后它的香气啊什么都很足。这个是度数最低的56度。然后呢，它这第1个10年呢用的是波特桶跟波本桶，然后它第3个的这个11年呢是用增本调的桶和波本桶，它是用的桶强，就这些酒全都是他们遵循的是用的桶强度，但是并不是圆桶装瓶，它是用2个桶去混桶，就为了达到一定的 balance 平衡。其实包括他们的蒸馏，它也是用2种蒸馏器的。对，它用壶式跟那个连续的蒸馏器。对，还有那种连续，就很少有了。它的做法算是在rum 的这个圈子里面，它是真的是独一的那种，是一个创新。非常创新。而且呢，他们这个酒厂呢，它是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它的在 rum 里面，它的甜度，都算低的。对比下来，它这2个老的版本啊，这个去年的，对，这个10年跟这个16年，真的要比现在新出的这2个要好。好喝，对吧？不是，我这2个我已经放了很久。
我已经开瓶了。它整个它的那个柔和度，其实包括这个10年它的那个桶的那个味道，其实它有点像那个威士忌里面的那个雪莉酒，就很香的那个味道。然后这一个呢，就那个奶油啊那些，就波本桶的那个香气会很足。然后而且特别它层次感啊什么都做得很不错。就因为我是喜欢喝威士忌的人，那从喝威士忌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2个会更让我会更让我喜欢一点。对呀，没了，挺好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每一个它自己都有一个名字，而且它有写很小的看不懂的名字，然后它下面有这个年份了。这个2009年就比较特别。它包括它的用桶啊什么，它都有写在上面。这3个其实都没有写具体的 vintage。就具体的发行年份，我还挺喜欢它的标的，就是特别像一个艺术品，就像一个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威士忌里面的那种就是说手工瓶。对。就很像那种手工瓶，就一些那种单一年份的那个威士忌的手工瓶，很像。所以还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酒是完全可以推荐的。就是这个价位，我推这2个了。你推这2个？我推这2个。我也推这2个，因为咱们俩喝，最后一个也挺好喝的。有点太烈了，它就是太度太高了。因为我第一口的时候差点没把我喝过去。就是我刚才喝前2个的时候，其实你没必要喝16年，就是差1倍的价钱，那我可能会选择这个10年。从价格上那肯定10年，对你这10年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瓶酒，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威士忌的老饕的话，经常喜欢收集不同口味的威士忌，品尝不同口味的威士忌，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Foursquare 的这个 rum，绝对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喝的 rum 的感觉。现在我的心里面它是唯一的。喜欢重酒精的。对，试一下。觉得这一瓶可以喝很久。刚才那第一口真的差点把我干过去了。哎呦。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其实是非常非常推荐的，所以才专门给大家做了一期 rum 的视频，希望大家喜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